北极哥哥，我替白姑娘换衣服的时候，在她衣服里发现了这个，给你的，我可没看啊。王爷亲见如晤。王爷如阅此信，想来娉婷已与王爷阴阳相隔。娉婷乃罪臣之女，命定孤苦，身不由己。累王爷为己蒙冤，娉婷之大过；然王爷平安无恙，娉婷之大幸。此生能得王爷垂爱，福泽已尽，去得安详。王爷无需挂念。王爷有杀伐天下之力，却心怀悲天悯人之情，娉婷敬重，娉婷亦心痛。王爷屡屡为娉婷所累，皆源于此。娉婷见识浅薄，唯愿王爷从此不再为难，舒心快意。纸短情长，不复赘言。忘了娉婷，此生安好。切切。
北杰哥哥，你吹的真好听，你给我讲讲你和白姑娘的故事吧。太苦了，不好听。苦尽甘来啊，苦到头了就都是甜了啦。你对白姐姐这么痴心，我相信白姐姐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之一。还有一个呢，应该是我。相信我会找到世界上最爱我的人。收拾白姑娘！王爷，芊芊！王爷，王爷，一个都不能放走。是。他们是谁啊？为什么要来刺杀我们呀？王爷，已经追不上了。可有认识的？没有认识的。看来他们的目标是我。好在他们还没发现我们的秘密。这里不能久待了，一定想办法把娉婷送到安全的地方。送走？送去哪里呀？他现在的身体经不起颠簸的。娉婷，来，快把他放到船上！快，娉婷，快点，醉婿！没事，快没事，娉婷，娉婷，快！你怎么扎的呀你？娉婷，怎么办？娉婷，你快点扎我！醉婿，别紧张，想想师傅怎么教你的，再来。王爷，东山别院已经暴露了，这些人不单单是为我们而来的。白姑娘，
姑娘，白姑娘，白姑娘，哎，白姐哥哥，白姑娘醒了，你看。他醒了，啊！北杰哥哥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他醒了，北杰哥哥，北杰哥哥。啊！北杰哥哥，你去哪里呀？他醒了，你不去见见他吗？不要告诉他我来过了。如果他问，就说是泽影和默然救了他。为什么呀？哎，北杰哥哥，这。你一定不知道我是谁吧？我叫醉菊，我是你的医者。这个楚默然，你应该认识吧？白姑娘，你醒了。哦，这是你吐的血，你昨天晚上吐血了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你吐血是好事儿。你一定不明白吧？你喝不进药，所以呢，我给你做了药浴。药性逼出了一直淤积在你体内的那些淤血，吐得特别干净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不过这个药性特别强，你的体质又弱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要好好开始调养你的身体，这可不是1天2天的事儿。来，王爷呢？哦，对，那个厨房还有那个粥熬呢，我得去看看，要不然，是吧？王爷啊，我不知道什么王爷啊，我只知道是一个叫泽影的人和楚默然救的你。是吗？哎呀，这药里我忘放桂圆了啊！你等一下，我去拿啊。醉菊姑娘，不用给我做饭，麻烦你转告王爷，他不来，我不吃。太不够义气了吧！我，居然留下我一个人。不，你是知道我不会撒谎的吗？那我也不会啊。不是，
你平时不是很厉害吗？北极哥哥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俩撑不住了。没用的东西！大人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就不应该让他去。就这一帮人，能是楚北杰的对手吗？爹，你一向做事谨慎，这次怎么会出这样的差错？这下好了，打草惊蛇，下次再想下手，可就难了。你就管好你朝廷里那帮人的嘴。楚北杰的事情，交给我好了。你想怎么办？为大晋捐躯，你觉得怎样？少叔大人，我想起一件事。在打斗中，楚北杰一直让人护着西厢房的一间屋子，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。藏着？那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查清楚了再回来。是。王爷，白姑娘她一天都没吃饭，我们实在是劝不动。要不，你去劝劝她。北极哥哥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跟你说，那个白姑娘她就是个人精。我把你跟我说的那些话都跟她说了，可是她就是不信。北极哥哥，你快回来吧，要不然我跟这个死木头是真的没辙了。他自己的身体，难道他不知道爱惜？不是，这就不管了。真可以。再次望成雪花，岁月将人拆成片啊，此情乐理并不复杂，却让我们走入分岔。你睁着一双眼，舍命去当风沙，披荆棘骑白马，却怎么也越不过错用的芳华，在剑下想留一丝情挣扎。命中的伤，裹着思念，任时光对泪成汤。泪是珍珠，看似坚凝无瑕，却不知何时，却就在此时崩塌。
误的了别情。你睁着一双眼，生命去当风沙，披荆棘骑白马，却怎么也越不过所用的芳华，在剑下想留一丝情挣扎，命中的沙裹着思念，任时光对垒长塔，泪是珍珠，看似坚硬无瑕，却不知何时，却就在你和北杰哥哥真是我见过最古怪的男女了。风塔。你读再多的书，也挡不了刀剑。3日不读书，便觉得五内空乏。你那不是书读少了，那是饿的。你要是再不吃饭，你就真的薄成一张纸了。这个是北极哥哥吩咐我一定要让你吃的，来。翠菊姑娘，多谢你。跟你撒谎，我都觉得自己蠢得面目可憎。实话告诉你，今天早上我的确见到北极哥哥了，不过他行色匆匆的，就如你所说，他知你2日不进食，还是不肯来。不急，总是要见到的。那你饿死了怎么办？那不正好应了他那句“死当长相思”吗？我娘以前说女人多读书不好，现在啊，我觉得她说的是对的。哎，那个白姑娘今儿吃了吗？吃什么吃啊？你看，她简直就要成仙儿了。这身体刚好，她就下床看书写字了。我问她什么时候吃饭吧，她倒好，跟我说什么相思不相思的。还有粥吗？盛一碗给我。有。愿吾如星，君如月，夜夜流光，相皎洁。终于让你如愿以偿，看到我了。堂堂战神楚北杰，用尽全力一剑，却不能杀死一个庸常女子。你如此费尽心机，
就是为了要救我。太极殿上那一剑，若真的把我杀了，那便好了。可如今我没有死，你怎么办？我多么希望你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。你若是有罪，我有10000种方式惩罚你，但唯一最不需要的，就是用你的生命来成全我。你给我好好活着，我们这么多人，花这么多力气救活你，你胆敢再伤害自己，我立刻自负自首，说到做到。我不在乎你隐藏了什么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得清清楚楚。我更不在乎流芳百世的名节。从我刺你那剑开始，我就已经负了天下。有王爷这一举，娉婷定会好好的活下去。娉婷今日晨起读南华经，觉得通篇只有一言：长恨此身非我有。以前娉婷不懂事，总觉得爱到深处，只有牺牲才是轰轰烈烈。直到真正经历了生死，才明白，活着比死了更难。我怎么舍得扔下你一个人？今早娉婷又见到王爷写下“生当归复来，死亦长相思”。娉婷怎么舍得扔下王爷一个人长相思？至于你吧，信我也好，怨我也好，我此时心意已定，定会守在你的身边。你能这么想最好。天凉了，你回去吧。我会安排人带你离开大晋，后日启程。旅途辛劳，需要体力。我帮你准备的所有饭菜，必须吃完。娉婷沿途需要大量用药，我们商队就以运送药材为名。商队走陆路，一路向西，经白兰入梁，进嘉峪关，沿途休息，务必避开闹市。娉婷的车速比较慢，先行护卫队必须提前2日到下一站排查打点，所有护卫和商队必须保持距离，以免引起怀疑。此行，除了你和醉菊一路相随，所有护卫必须2站1换，确保不泄露行踪。是，属下明白。但是这一去，怕是日后再难相见。王爷，默然心中有一疑问，一直想向王爷求证。问吧。王爷是否至今仍然不相信是白姑娘毒害了2位王子？归晋之前，我遇到过她。我记得她跟我说过一句话：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是个误会。
你们真是内行啊！二位爷，请尽管放心，明日卯时，小的把药材全部装箱，明天你们的车来了，一拉即可。如此甚好啊！有劳啊！有劳有劳，有劳啊！有劳。听着。默然，你一个人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是，去。一片风，追一粒沙，到悬崖不舍的了吗？斟一碗酒，醉一夜花，为红颜泪洒满襟花。冰凌池下，雪溅白纱，洪荒中与你四目相交。铁蹄鞭挞，心乱如麻，为何算不出这一卦？不听不问，不忍怀中相杀，与你命人交加，怎无牵挂？一念之差，心墙都倾塌，眼前是爱是恨，都随他。刀剑下，怕与你隔一方，叹孤芳无人来赏。姐姐，你怎么起了？醉菊来了，我在床上躺的，身子都僵了，就起来走走。哦，你伤口恢复的怎么样啊？有什么不适吗？醉菊，我可否借你的胭脂眉笔一用？啊，可以啊，不过我数日未曾梳妆，你瞧我，未免也太邋遢了。人道是女为悦己者容，想要让一个男人回心转意，还是收拾的齐整一些好。回心转意？白姑娘，你的脉象很弱，时有时无的，明天就要启程了，我劝你呀，还是好好休息的好。我明日不走。你的意思是还要再休息几日？我的意思是我要留下来。他也是为了你好。明日一别，怕是今生再难相见了。于我而言，这和生死两相隔又有何分别呢？他既然花那么多心思救我，为何还要把我送走？他的戏不能白演，我的伤也不能白疼。他不来见我，我就去见他，求他也好，
哄他也罢。若非他当真杀了我，否则我绝不会离开他。这就对了嘛！我就说你们不该分开。白姑娘，你这么说，我太高兴了。哎，不过时间不多了，就只剩今晚了。对，就是今晚。所以我要好好准备一下。那我来帮你收拾吧。好。白姑娘，你梳洗一下肯定更漂亮。前几日薇娅给你调制的精致的小瓶子，挺管用的。你看你这头发像瀑布一样，光滑柔顺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一盒上好的胭脂，是我年头里亲自调制的，我自己都没舍得用呢。抹在脸上别提多均匀了。我这就去给你拿来。好。再次望成雪花，岁月将人拆成片啊。此情阅历并不复杂，却让我们走入分岔。你睁着一双眼，舍命去当风沙，凭荆棘骑白马，却怎么也越不过错用的芳华，在剑下想留一丝情挣扎。命中的沙，裹着思念，任时光对泪成塔。泪是珍珠，看似坚凝不下，却不知何时，却就在此时崩塌。春雨再次望成雪花，岁月将人拆成片啊。此情阅历并不复杂，却让我们走入分岔。你睁着一双眼，舍命去当风沙，凭荆棘骑白马，却怎么也越不过错用的芳华，在剑下想留一丝情挣扎。命中的沙，裹着思念，任时光对泪成塔。泪是珍珠，看似坚凝不下，却不知何时，却就在此时崩塌。
娉婷，王爷，娉婷等了你好久，终于把你等来了。你知道你在干什么？这里风这么大，你身体吃得消吗？王爷不在身边，娉婷的心是凉的，在哪里都一样。王爷喝酒了吗？怎么不叫娉婷一起？胡闹！让你们好生看着他，你们搞什么鬼？楚木然，你想军法处置吗？嘘，他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？别怕，他吓唬我们呢，有白姑娘在啊，别怕。王爷又何必迁怒他人？冬日夜长，与其独酌冷酒，倒不如陪娉婷临终赏灯。杯中之酒，难解浊世之愁，倒是点点怜惜，能解心中忧愁。我今天没有闲情逸致陪你赏灯，能做的不能做的我都做了，你到底还想要什么？娉婷不想走，若是王爷不想娉婷死，就怕我留在你身边。我何尝不想留下你？但你我命途至此，已难无忧共度。你可知道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？这里太危险了，真是由不得你。
自闯宫那日起，娉婷一直觉得自己是王爷的累赘，是生是死都让王爷为难。思来想去，是留是去，确实也由不得自己。可为今之计，除了生与死，倒是还有一个办法。我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别说话。白姑娘竟然……白娉婷，你敢！我倒是羡慕这把琴，能断得如此干脆。王爷的意思，娉婷都知道。娉婷不是不怕死，只是我早就知道了一件事：若是见不到王爷，娉婷唯一的指望就是再次见到你。若是这一辈子都见不到王爷的话，那即使活着，也是一具无魂无魄的行尸走肉。王爷，你愿意看着娉婷这样活着吗？此般情景已经很久没有过了。你可曾还记得，我们曾经对月起誓，永不相负？何为不负？娉婷以为是男女之间面对困境，永不背弃；面对离别，生死相随。我们之间本就有太多的不应该、不确定。娉婷也为此委屈过，伤心过，想过远走天涯，想过以死相报。但此事有天地为证，娉婷不敢食言。王爷，现在大家都知道娉婷已经死了，娉婷大可以换一个名字，甚至换一副皮囊，即使自毁容貌，装聋作哑，只要能在王爷身边，为奴为婢，守着王爷，娉婷这一生也无憾了。是我的错，我把生死看得太重，为了救生，竟毫不犹豫地把誓言抛在脑后，言之凿凿的说都是为了你一个人，不要再妄自菲薄。你比我清醒，人品你比我贵重更多，你这一刀重重地扎在我心窍之上。我都明白了，你那么弱小，
却一直用生命保护着我。娉婷，在众人眼中战无不胜的楚北杰，却一直想把你送走，从没想过如果连我都保护不了你，这世上又有谁能保护你？水影就似的缠绕，夏色冬雨的离骚，诉不尽思念情断如胶。我们不走了。登上不胜寒的高，跌落浮沉冷暖的潮。为了你，我自负天下，也无惧天下。背负所有的伤痛，才值得美好。百转千折，谁预料？用尽一生苍老，愿你笑。身陷兵荒马乱的咆哮，我坚定不摇。白姐姐不走了是吗？太好了，终于不走了，终于不走了。白姐姐，太棒了！啊，不走了，你看。如果这个伤口不是你自己画的，拿刀的那个人现在已经化成灰了。这个我相信。你还笑？好了，躺下。睡吧。等一下，明日是我的生辰。
白姑娘，我就知道你醒了。哇，这个衣服好漂亮啊！北捷哥哥送的吧？哦，这可是宫里的宫缎。什么叫做宫缎？我也是听说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呢。听说这种布料的制造方法极其的难，2个技艺娴熟的工匠1个月才能织得上1丈呢，十分的贵重。这缎里啊还夹着金丝呢。听说宫里的王后娘娘也就在每年生辰的时候才能拿得到。看来北捷哥哥拿白姑娘当王后娘娘宠着呢。净胡说，怎敢和王后娘娘比啊？这也太华丽了吧！我呢就借花献佛，香花赠佳人了。真香，这是在哪里摘的呀？就在院子里啊。说来也奇怪，昨天还是没有的，竟然一夜之间就多出来好几棵腊梅树。也不知道是谁栽在这里的。我知道是谁了。王爷现在人在哪儿？他醒了吗？我想去谢谢他。王爷种下这些腊梅树，便没有休息，一早就出门了。我问他去哪儿，他也没说，只是说2日便回。王爷身边可带有兵马？应该没有其他人跟着。王爷让我留下来照顾白姑娘，说叮嘱白姑娘万万不能踏出别院1步。这别院可还有别的兵马守住？王爷为了保护白姑娘，这周围布防了1000兵力。白姑娘请放心，这1000人全是王爷的心腹死忠。我不是担心我自己，我是担心王爷。啊？你可还记得明日是什么日子？白姑娘的意思是，明日是小王子尾期归魂之日，王爷定是进了宫。我听醉菊说，在我昏迷的时候，曾有刺客来袭，我怕宫中会有人对王爷不利，而且这个人势力不小。白姑娘此言与王爷不谋而合，王爷也担心有人从中作鬼，只是不知道此人是谁。默然，你立刻派1队人马去城中打探宫中的消息，随时向我通报。